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当录制金丝雀的第3年，他的白月光上门挑衅：“你不过是他兴起养的小玩具罢了，你有这个吗？”他的手上是我之前指着向录制撒娇说喜欢的钻戒。在我的抽屉里有一只同款的男戒，打算在今天送给他。分手半年，电影发布会上，有人问：“请问徐导，你的手指上总是戴着一只不合尺码的男戒，请问是心上人的吗？和陆总的是同款呢？是陆总吗？”台下有人在起哄，录制呼吸发紧，牢牢盯着我，手指攥得泛白。我笑着摇摇头，是心上人，但不是录制。然后台下的录制吐了血。录制圈里的人都知道，他养我只是因为我和他的白月光简怡长得笑似。简怡我见过，很白，家世很好，人长得美若天仙。他们在一起的故事，全三中的人都知道。甚至他们堂而皇之在一起的时候，连老师都会当作不知道。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学校的股东，这段感情连父母都欣然接受。我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一路顺风顺水，在大学毕业后结婚生子，伉俪情深。可是录制和简怡分手了，我捡了这个漏。不得不说，这3年录制对我很好，好到所有人都以为我代替了简怡，成为了录制的心头爱。直到简怡回来的那天，简怡回来那天是我们在一起第3年纪念日。为了这个纪念日，我提前订了餐厅、鲜花，甚至连堵车要预留的时间都考虑了进去。我在餐厅等了3个小时，给录制发了28条消息，打了无数个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餐厅要关门了。您，服务员走过来，目光中满是同情。我起身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就走。推开餐厅的门，一条消息跳出来。是我的闺蜜，也是我的高中同学夏至。冉冉，简怡回来了，录制竟然和她在一起。你在哪儿？看到简怡2个字，我失手松开门，失了阻力的门弹回来，餐厅外，我抱着出血的脚，还有为了录制特意穿上的很难走的高跟鞋，缓缓掏出一双平底凉鞋。到了酒吧的时候，我一眼便看到了倚坐在录制旁边的简怡。她没有变，还是那么漂亮，恍若人群中的白天鹅。她的脚上穿着一双闪闪发光的高跟鞋。录制，你都不知道我在国外受了多少罪，爸妈不给我生活费，我为了生活费竟然还去了中餐馆打工。你看，我的手就是那会儿被烫的，特别痛。说着，他便将烫伤的手撒娇地伸到录制唇边，像是想要他吹。录制的手抬起来，扶住他的手。嫂子。录制身边的人先看到了我，挥着手和我打招呼。同一时间，录制抬起头来，一双眸子一如往常，深邃又好看。冉冉，你终于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你先陪我去上个厕所吧，我有点恶心，可能是刚刚看到一只发情的母猫在勾引公猫吧。夏至为我打抱不平，指桑骂槐。简怡的脸色一下子差了起来。好，我应下。冉冉，那个简怡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之前为了自己的前途抛下录制，现在家里破产了，又回来找录制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
你放心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我在门外，夏至在洗手间里气愤输出。阿志，我没关系的，录制他。徐冉。身后有人叫我，我转身看着不远处站着的简怡，礼貌颔首，你好，可以借一步说话吗？不行。简怡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欺负冉冉。冉冉，你等我出来，别跟他走。还没等我开口，里面的夏至已经快速出声，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。可以。我听到我说。我敲了敲夏至的隔板，阿志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冉冉，不行，你等我。妈的，这肚子疼的真不是时候。放心，我对阿志说。走廊尽头，简怡先发制人，徐冉，你也知道的，你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替身，我很感谢在我不在的这3年里，你陪在陆志身边。不过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想到高中的时候，他也说过同样的话。那是高2的演讲比赛，我和他同时入围比赛3强。那时的他也是这副模样，站在我的课桌前，高傲地敲着我的桌子。徐冉，这场比赛你不可能赢的，如果你现在退出，我可以让我爸妈额外给你拨一笔奖学金。不过就算是你不退出，这场比赛也会是我赢。那次我输了，这次我抬起头来，直视着他，凭什么？陪陆志从分手阴影中走出来的是我，陪他熬夜加班的是我，陪他喝酒喝到吐血住院的是我。凭什么是我退出？就凭这个东西是我的。猝不及防，简怡来抢我的胸针，我条件反射的反抗，伸手推他。下一刻，简怡惨叫地撞在栏杆上，脸色发白地坐在地上，看向我的身后。阿志，好痛啊！我转身看向身后站着的陆志，陆志也看着我。陆志抱着简怡离开，我一把拉住他，解释道，我没推到他，我刚刚是想推他，只是推空了。陆志停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往日里深情的眸子冷漠至极。徐冉，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。我的手蓦地垂下，简怡靠在陆志的怀里，露出胜利者的微笑。阿志，徐冉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他可能是看到我有点激动，你别怪他。陆志收回目光，抬步离开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忽地开口，陆志，我的脚受伤了。陆志又停下来，在我的目光中看向旁边人，带他去周正那儿。周正，陆志的朋友，国内有名的医学专家。嫂子，其实志哥还是关心你的，你看，他让我们带你去找郑哥呢。几人围在我身边，小心翼翼地开口。停车。我开口。嫂子。停车。车子稳稳停下。我从梦中惊醒，已经是凌晨3点。我低头，脚上的伤口已经停止出血，只是血凝的模样很丑。我拿起手机，像是往常给陆志发消息，今晚回来吗？几秒后，那边回过来，徐冉，你以后都别等了，陆志在我这里。我垂眸放下手机，看着脚上的伤口，奇怪，刚刚明明都不痛了。半个小时后，手机又响了声，一张照片发过来的很快，撤回的也很快，是陆志裸着上半身的照片，上面还有水珠。我按灭客厅的灯，上了2楼，走到陆志从来没有来过的小书房，打开保险柜。
我赤着脚坐在月光下，初秋的地板也泛了凉意。没有吃晚餐的胃后知后觉地开始绞痛。我的手里攥着一张照片。怎么办？我的少年再一次腐烂了。我们和平分开吧。我给陆志发。我有一着凉就重感冒的习惯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脑袋晕晕沉沉，鼻塞、咳嗽、嗓子痛，身子酸软，一瞬间全部袭击向我。我艰难地从地板上爬起来，开始收拾行李。因为太过难受，收拾东西都花了很长时间。下楼之后，我撞上了刚刚回家的陆志。陆志看到我手里的行李，明显一顿，蹙着眉开口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我笑着看他，不是说了和平分开吗？自然是要收拾东西走的。陆志的眸子一下子沉下来。徐冉，我说了，我不同意。我歪着头看他，突然有点搞不明白他。我只是一个替身，现在正主都回来了，何必拉着我？他难道还想享其人之福？陆志，我们好聚好散，给彼此一点颜面。我拖着行李往门外走。陆志一把拉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劲很大，我的身子酸软，不受控制地晃了一下，勉强稳住身子。陆志像是刚刚注意到我的脸色，声音很冷：“徐冉，你又着凉了。”说完，他的手就搭在我的额头。“你发烧了，是吗？”我都没有意识到。待会儿我自己去买药，陆先生不必费心。我挣开他的手，继续往外面走。“徐冉，你在闹什么？”陆志一把抱起我，就往外面走，声音暴躁：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体质吗？一着凉就重感冒，一重感冒半个月都好不了，你在做给谁看？”我在他的怀中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他的身上有女士香水味，我有点恶心，我想吐。我低声说。陆志没有听清，低头问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抬起头直直地看他。“陆志，你放我下来，我想吐。”陆志放我下来，我扶着墙，反复干呕，空空的胃里除了胃酸，没有什么能吐的，食道火辣辣的痛。“你是不是吃什么变质的东西了？徐冉，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上点心，我是觉得你恶心。”我们两个同时寂静下来。我看着他，可能是发烧太严重，看他都有了重影，胸口发闷，喘不过气来。我重复道：“陆志，我是觉得你恶心，恶心透顶。”“徐冉，谁允许你这么和我说话的？”陆志的脸很难看。“哦，我忘了，我是他养在笼子里的一只金丝雀，养他鼻息，依靠他而活。可是我现在不是了呀。”我直起身子，闭上眼睛，呼吸滚烫，死死地撑着墙，不让自己倒下来。“陆志，我们已经……”我的眼前一黑。“徐冉。”陆志一把将我抱起，塞进车里，直奔医院。含氯消毒剂的味道并不好闻，液体也很冷。我睁开眼，嗓子干得发疼。陆志背对着我，接着电话，声音温柔，如冬雪春融：“好，下午来陪你，你别哭。”我别过头，有点想笑。一笑，我的嘴唇干裂地流出血来。“装什么呢，陆志？”“徐冉，你究竟在闹什么？”陆志坐在椅子上，扯开领带，很是烦躁地看着我：“你以前不是很懂事的吗？这是怎么了？”“简家刚刚破产，简姨很难过，昨晚我只是安慰了她一下而已。徐冉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”“
安慰了一下而已。安慰至于脱衣服吗？还有自私。陆志，你搞错了，我这是大度。徐冉，你究竟想要怎么样？好聚好散？不可能。3年，我第一次觉得陆志很难沟通。我撑着自己粘着输液贴的手，想了想，陆志，你喜欢我？不可能。陆志想也不想地否认。哦，我点头，你一直喜欢的都是简怡。那你为什么不放开我？陆志猛地踢开椅子站起身，发狠地看着我，徐冉，你是我养着的，你离开了我，就什么也不是。难道你想再找个人养你？他上前，一下子将我的外套拉到肩下，我看谁愿意要你。他口袋里的手机响起，我拉起衣服，不接电话吗？他看了一眼手机，径自走出走廊，房门不隔音。阿姨，简怡她什么？我马上来。我顺着没有关的窗户看出去，目睹陆志焦急地跑出去。我躺下，这傻逼急得都跑错方向了。陆志有一件事说错了，我离开了他，并不是什么都不是。我从行李箱里拿出电脑来，登上邮箱。刚刚打开，里面一大堆的合作邀约就涌进来，演员、导演一应俱全。我中文系毕业，毕业之后一直在做编剧。徐林，我的笔名，出现在无数个热播剧的片头和片尾，只是我从来不露面。陆志只以为我无事可做，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家等他回家，满足他的一切需求，柔弱的仿佛一阵风来，都能将我吹倒。关上邮箱，我打开一个人的联系方式。你之前说我想要拍电影的话，你会支持我，还作数吗？那边的回复快得不可思议。当然。徐林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他妈等这一天都等了3年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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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苍天有眼啊，我没忍住笑出声来。今晚见面吧，那边很快发过来一个地址。很巧，还是那个酒吧。我拔掉针头，准时赴约。刚一到目的地，就看到了2道相拥在一起的身影。阿志，我好难过，我只是离开了3年，你怎么就有了别人？你知道吗？我从未有一天停止想你，就算是我没有钱付房租费，流落街头的时候，我想的都是你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？喝醉的简怡倒在陆志的怀里，像是一朵雨里打散的莲花，娇弱动人。陆志的双手稳稳抱着她，声音沉稳，带着安抚。他只是你的替身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当初走得那么决绝，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陆志，你混蛋！简怡借着酒劲打他，2行清泪落下。我只是生你的气，想和你闹脾气，可是你一次都不联系我，都是你的错。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陆志低头认输。徐凛，身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。我转头，一道身影直接扑上来，一把抱住我，声音激动：你终于想通了。你不知道，上次你拒绝我之后，我在家哭了好久。你这次一定不许放我鸽子，不然他龇牙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我摇头，抿唇轻笑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坐在吧台，林瑶豪气地挥着手，老板，把我在这里存的最贵的酒拿上来。今天我们一定要不醉不归。我刚想阻止，徐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身后的声音响起，
同时一杯酒狠狠地泼在我的脸上。你还要不要脸呢？陆志都和你分手了，你怎么还这么纠缠不休？徐凛，我被冰冷的酒水激得一时失声，周遭的目光全部看过来，有惊讶的，有嘲讽的，还有看好戏的。瑶瑶冲过来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。你是谁呀？你有病吧？我有病。简怡高高在上，眼神傲慢。你怎么不问问他？勾搭有女朋友的男人，贱不贱啊？旁边人很快窃窃私语。你他妈的！瑶瑶撸袖子就要上去打人。瑶瑶，我开口。我迈出一步，目光直视着简怡，平淡扬笑。简怡，你为难我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去找陆志，今天下午他还拉着我的行李求我别走。你，徐冉，正主来了。陆志飞快走过来，蹙眉抬手就要摸我的额头。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不知道吗？周正给我打电话说你偷跑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没躲，就这么看着他的眸子。这双眸子这么好看，放在他的眼眶里可惜了。我抬手将他的手拉下来。陆先生，转身。陆志像是方才反应过来，简怡也在这里。简怡站在原地，看到陆志回头，哭喊着：陆志，我讨厌你。然后他转身跑走。陆志站在原地，一时之间竟左右为难。我抬脚径自走向洗手间，被屎泼了，总要去洗干净。洗完脸，陆志竟还没走。他掏出一个地址，递到我面前。这个地址是之前我买的一个房子，你现在住那里吧。我抬起头来，突然觉得有趣。陆先生，你这是要金屋藏娇？陆志喉头一梗，看着我。徐冉，你能不能不要句句带刺？那简怡呢？我问他。陆志沉默了许久，没有出声。我将地址扔在他的身上。陆先生还想坐享其人之福不成？我要走。陆志一把拉住我的手腕，他发了狠。徐冉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养着你。你要走了，就再也别回来。我回头，在他的眸中掰开他的手指。陆先生，请自重。徐凛，你没事吧？你做什么？瑶瑶看我许久未归，过来看我，一来便看到了陆志，一下子冲过来将我们隔开。我轻声安抚他，我没事，瑶瑶，我们走吧。徐冉，他为什么叫你徐凛？在我离开的瞬间，陆志突然开口。我转头看向他，缓缓扬唇。你猜？陆志的神情瞬间苍白无比。陆志曾经发现过徐凛这个名字，在我的相册中。这也是你同学？陆志拿着相册的一页问我。我看着相册中的照片，愣了愣神之后，点头道：对。陆志漫不经心，其他人都是合照，只有他是单人照，还单独放在了一页。你不会是喜欢这个徐凛吧？说完，他不屑地将照片扔下。我可听说他在我们学校是出了名的小混混，经常逃学打架，虽然没有接触过，但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你们女孩子难不成就喜欢这种的？不是好人。我笑出声。你嫉妒？陆志直接甩开相册，将我打横抱起，一把扔在床上。我嫉妒？怎么可能？那天晚上他很用力，满背皆汗，他的眼睛熠熠生辉。徐冉，我告诉你，
就算你化成了灰，也只能是我录制的。我笑笑不说话。等他睡着，我起身拿起相册，将被录制拿过的照片一遍一遍地擦。被弄脏了。徐凛，我在心里叫。徐凛，徐然，你告诉我，徐凛究竟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录制突然像是疯了一样，一把抓住我，死死瞪着我，想要一个答案。我看着他，缓缓踮脚，手指放在他的眼睛上。录制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你的眼睛了，和他很像。录制站在原地，眼睛眨都不眨，攥着我手腕的手青筋涌起。所以，你是因为他才和我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一瞬间，他的智商像是恢复了。你和我的相遇，是不是也是你处心积虑？你是故意的，故意的。你故意打扮的和简怡很像，让我留你在身边，然后你把我当作徐凛的替身。我平淡地看着录制，录制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这3年来最聪明的一次。他当我是简怡的替身，我当他是徐凛的替身。徐凛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徐凛成绩差，不好好学习，经常逃学，是学校里老师最为头疼的对象。看，那就是徐凛。冉冉，你见了他一定要离远点，他可是会打女生的。一同回家的阿志趴在我耳边窃窃私语，我听说呀，他是个姑，不好意思，能把球给我踢过来吗？我低头，一个足球咕噜噜地滚到脚下。我看了眼不远处站着的徐凛，犹豫地蹲下，将球抱起来。冉冉，别去。阿志拉着我，小声地开口。我侧手，没事。我抱着球走过去，停在离他1米远的地方，怯生生地伸出手，给你。徐凛笑了一声，一下子将球拍到地上。我被吓得向后退，转身就想跑。站住！我的脚步不受控制地停下，一瞬间心脏紧缩。下一刻，一张湿纸巾递过来，头顶的声音戏谑：好学生，没踢过足球。足球是拿脚踢的，不是用手抱的。不用。我小心拒绝。拿着。他将纸巾塞进我的手里，踢着足球离开。冉冉，夏至跑过来，拍着胸脯，刚刚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徐凛要打你呢，我都准备叫老师了。我拿着湿纸巾，看向徐凛离开的方向。他好像没他们说的那么坏。第2次见到徐凛是在教室外，老师忘了将试卷带过来，吩咐我去取。我转过转角，看到了走廊里站着的徐凛。徐凛穿着校服，吊儿郎当，拉链都不好好拉着，背靠着墙，闭着眼睛。经过他的时候，我的脚步放轻。好学生，我吓得僵在原地。徐凛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眼，看到我瑟瑟缩缩的模样，忽地笑开，怕我。我赶忙摇头，过了一会儿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又点点头。不怕，又怕。扑哧，徐凛走过来，屈起手指，在我的头顶上敲了一记，我疼得捂住脑袋，不明所以地看他。徐凛笑着，还挺诚实。随后他就提步朝着前面走过去，看我没有跟过来，他回头不走。我抬步跟在他的身后，直到快到办公室，我才鼓起勇气开口：徐凛。只叫了一个名字，我就又不敢说话了。徐凛回头看着我，眼睛透亮。我深呼吸，你要做什么呀？
徐林好笑地看着我，憋一路了吧？我没好意思点头。他云淡风轻地推门走进办公室，声音留在我的耳边：你们那个班主任，每次让你搬的卷子都重得要死，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然后他准确地抱起一沓卷子走到我面前，这个。我看了一眼，点头，我伸手刚要接，他一下将卷子移开，率先走开。走吧，好学生。我想拿回来，却不比他个子高，力气大。一直到教室门口，他停步，将卷子随意地放在我的头顶，伸手拿起我的胸牌。他的声音好听，带着笑：许冉同学，我帮你拿了卷子，怎么谢我？我看着面前不讲理的徐林，哪有这样强买强卖的？明明是他不给我。你想我怎么谢你？我不敢看他。他将我头顶的卷子拿下来，塞进我的手里。再说。徐林的再说来得很快。好学生，把你的作业借我抄抄。好学生，这道题我不会做，你教教我呗。好学生，我这校服的拉链坏了，你给我缝缝。好学生，冉冉。夏至将我拉到一旁，害怕地开口：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惹到徐林了？我帮你找老师。他再怎么嚣张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你吧？实在不行，我给你雇个保镖。我家有钱。我看着夏至焦急的模样，无奈地笑着：不是这样的，阿志。来龙去脉说完之后，夏至拍桌而起：那他也不能得寸进尺啊。说谁得寸进尺呢？一颗脑袋从窗户探进来，夏至瞬间缩成一个鹌鹑。我看着徐林，忍着笑：没什么，我们在说电视剧。徐林伸手将一套卷子丢到我桌上：路上捡的，送你了。还没等我拒绝，转身就走。我不知道徐林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。课间，班主任让我去办公室。冉冉，这套卷子给你，老师也知道你家里的情况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就说。我看着老师面前的卷子，摇了摇头：老师，这套卷子我有了。老师很惊讶，问我哪里来的，我只含糊地说是有人送的，没说徐林。走出办公室，徐林站在门外，笑着看我：徐冉，作为我给你练习册的报酬，你给我补习高一的内容，没问题吧？我有些疑惑：徐林，你不是不喜欢学习吗？徐林咬牙，一把将我的肩膀勾过来：怎么？只许你们好学生发愤图强，不许我们学渣回头是岸。走廊上人很多，我吓得慌乱躲避。许。后来作为交易，徐林总是给我送学习资料，但凡老师们要求买的，他都不知道从哪里弄来。冉冉，我有一个问题问你。阿志拉住正要去给徐林补习的我，小声开口：你和徐林是不是在谈恋爱呀？学校里的流言蜚语传得很快，班主任找到我，苦口婆心：冉冉，你的努力老师都看在眼里，你就是清北的料，听老师的，不要和学习差的学生混在一起。这个学习差的学生是谁？我们都很清楚。老师，我开口想为徐林辩解，徐林不是学习差，他只是……好了，冉冉，老师是不会害你的。我不再开口。我依旧和徐林混在一起，只不过从明路转到了地下。他学得很快，很有天赋。高考将近，我叮嘱他：徐林，不要打架了，一切以高考为重。
徐凛痞里痞气地趴在桌上，眸中满是笑意。怎么？萧冉冉，喜欢我？喜欢我的人才想着管我。那一瞬，我心乱如麻，急速开口：你说什么呢？你才喜欢我吧？对呀。我低头，又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徐凛抬手在我的额头敲了下，无奈叹息，似乎在感叹我的愚笨。有什么好意外的？我都这么明显了，你都没有发现，真是个小傻子。我张口想说些什么，徐凛打断，坐直身子看我，眼眸温柔，声音郑重。我这么说只是坦白，并不是要你的回答。你安心高考，好好考个清北，给我这个学生长长脸。好。高考那天，徐凛没来。高考结束，老师告诉我，他打架进了警察局。我跑到警察局的时候，徐凛刚从里面出来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红了眼。徐凛，你不是答应我的，不打架了吗？徐凛慌忙走过来，想要安慰我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。最后，他将我抱进怀里，声音很小：是我错了，冉冉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和徐凛在挣他的复读钱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给我的所有学习资料都是他修车挣来的，就连学费也是。他早出晚归，身上总是灰尘，钱不好挣，一直到我大学开学了，还没挣够。送我去大学的时候，隔着人群，我拉着他的衣服，吸着鼻子：徐凛，我会好好坚持的，你一定要复读。徐凛弓腰为我擦眼泪，心疼又无奈。好，怎么和我在一起越来越爱哭了？这样别人还以为我对你不好呢。是的，我和徐凛在一起了。高考结束，大学的课业不繁重，却很有趣。有时间我就会去兼职。终于在大一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凑够了徐凛1年的学费。寒假，我们坐在一处，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，笑出声来。徐凛，你要好好学习，考到我的城市来，我们一起出人头地。我抱着他的脑袋说。他一把将我抱在高高的台阶上，将头埋在我的肚子上，用嘴吹着我的手，上面有冬天在外面发传单冻出来的冻疮。好，我们像冬日的困兽，互相慰藉取暖。大一下学期，徐凛没有去读书。徐凛，我们的钱呢？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？我看着空空的银行卡，流着泪看着徐凛，你为什么没有去读书？徐凛张口欲言又止，他想抱我，我后退。他停在原地，声音低沉，星眸中满是暗淡。对不起，冉冉。我看着徐凛，眼泪越流越多。徐凛，你究竟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？我每一天都在为我们的未来考虑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冉冉，别哭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看到我哭得厉害，徐凛慌乱无比。冉冉，你相信我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了，以后都不会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转身，冷风吹得眼眶生疼，眼泪砸在手上，像是在手背上剜了一个大洞，疼得刺骨。徐凛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和徐凛分手在冷得如同冬日的春日，一别4年，再没有相见。毕业之后，我回到母校，坐在办公室和以前的老师言笑晏晏。冉冉，还是你眼光好啊，以前老师们都误会徐凛了，这小子啊，是个有担当的。
班主任感叹地开口：高考那年，你爸妈带着你弟弟来找你，说你们那里有一个什么学校找你，只要你肯去他们那里读专科，他们就给你加30万。幸好是徐凛拦了下来，不然的话，他们是真的要把你带回去了。还有你大一那年，你爸妈又来找你，到处打听你上了哪个大学，说要去你的大学找你要钱，你长这么大了，也该报恩了。徐凛掏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还逼着他们写下了以后再也不去找你的承诺书，事情方才了了。冉冉呢，是老师误会徐凛了。嗡，我的脑袋嗡鸣，我像是被钉子钉在原地，只觉得手脚发麻，呼吸都变得困难，整个人动弹不得。冉冉，冉冉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冉冉，这些事情不是老师不告诉你，是徐凛不让说。我费尽所有力气抬起头来，刚想开口，眼泪却先一步掉下来，声音哽咽，难以出声。老师，你知道徐凛在哪儿吗？年少的爱恋，开始的热烈，结束的也热烈。我删光了徐凛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决绝地换了手机号，强制性地让他离开我的世界。冉冉，你们两个不是在一起吗？老师不知道啊。我找遍了同学、朋友、老师，所有人都不知道徐凛的踪迹。我失去了徐凛。工作第2年的一个下午，阳光热烈，我坐在窗边，傍晚细碎的光影透过窗棂。我收到了一条信息：冉冉，我通过了你公司的面试，你可不可以再见我一面？一面就好。没有署名。我却狂奔下楼。6年，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再见到徐凛的场景，如今再见，我除了流泪什么都做不到。徐凛穿越人行横道拥抱我，无奈地叹道：还是个爱哭鬼。我揪住他的衣摆，不放开。对不起，徐凛，是我错了，我误会了他，我让他受苦了，我误了他。徐凛低头给我擦眼泪，手指温度炙热。冉冉，我追上你了，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他的声音坚定、炙热，一往无前。要。我重重点头。冉冉，你别吓我，你清醒点啊！徐凛看到你这个样子，走也走得不安心。我说谎了，徐凛没有和我在一起，他走了。在他应聘上我们公司的那天，我收到了他的短信，下楼的瞬间，看到了对面楼下的餐馆爆炸，火势凶猛，火舌蔓延。我爱的少年啊，直冲进火海，留给我一如第一次见面时的背影。他们找到了他的遗体，黑黑的，我却觉得很帅。周围哭声一片，我跪在徐凛的尸体旁，轻声问他：徐凛，我错了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他没有回答，我就一直问：冉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不要这样，呜呜呜！怎么他们都在哭啊？徐凛，徐冉女士，这是徐先生的遗物，请问您要留下吗？是一部手机，掉落在餐厅外，没有烧毁。上面是一条还没有编辑完的信息：冉冉，你也许不知道，从第一次见面，我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你。你像是一轮明日，我只是一只蝼蚁，却不自量力地拼命向你靠近。对不起，冉冉，之前让你失望了，我保证，以后真的不会再犯了。现在我终于追上你了，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请原谅我，没有勇气亲自问你，我爱。信息戛然而止。啪嗒，
一大颗雨滴砸在我的手背上。明明晴空万里，哪里来的雨滴？遇到陆志是个意外，我却在看到他眼眸的一瞬间停留了许久。徐凛，请原谅我，无法接受你的离开。我消失在了陆志的世界里。听人说他正在疯狂地找我，我无暇搭理他。我和徐凛的故事漫长又短暂，该怎么开头，该怎么结尾，我都没有想好。瑶瑶也不急，我不再避讳出现在人前。我笔下的故事，一个个拥有翅膀，飞向广阔无垠的天空。3个月后，我来到陆志给我布置的金丝笼里，想拿回一样东西。房子的密码没有改，是懒得改，还是不想改？我不想理会。我上楼，打开保险箱，拿出一个南戒，戴在自己的手上。徐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客厅，简怡看到我，惊讶之后愤怒有余。徐冉，你要不要脸？我警告你，你离陆志远一点，他不爱你。我看着他，他也像是一只困兽，困在自己贫瘠的世界里，却以为是我将他困住了。别怕简怡，我开口，我要的从来就不是陆志，我只是想找到徐凛而已。执念太深，3年困顿。简怡不信，举起自己的右手，得意开口：徐冉，你不过是他兴起养的小玩具罢了，你有这个吗？我的目光落在他的手指上，那是我之前撒娇想要陆志买下的钻戒，而在我的手上是同款的男戒。在之前，我曾打算送给他女戒，徐凛曾经送给了我。没有，我说恭喜简怡小姐得到了陆志所有的爱。我转身离开。徐冉，识相的话，换个城市生活吧。简怡好心给我建议。我停在门口，没有回头。听说简小姐想要进军影视界，希望我们死生不会相见。陆志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，不停地给我打电话、发短信。我不堪其扰，想换手机号，却又不方便。我接起电话，真心劝诫陆先生，我们早已和平分开，何必做到如此地步？陆志的声音固执：徐冉，你是我养的家雀，别以为飞出去我就抓不到你。我好笑地挂断电话。陆志的电话信息依旧繁多，我却不再拒接。我正在写一个渣男，他能给我灵感。一天，电话里不再是他的发疯独白，而是一段争吵。陆志，你在给谁打电话？我适时开口，扮演着剧本里的绿茶女士。陆志，冉冉，你终于开口说话了。陆志情绪激动。徐冉，简怡声嘶力竭。陆志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说着说着，他又哭起来。从我这么爱你开始，到陆志，你有没有心啊？结尾，陆志开始抱着简怡哄，一声声安慰，一句句保证。是他主动打来的，我拗不过才接的，以后不会了，我保证，好不好？简怡哭得更大声，然后那边开始接吻，转战床上。我揉着耳朵，下次给点前奏，不然我耳朵受不了。简怡还为了让我能听得清楚，分外卖力。工作繁忙，作为编剧，我参与剧组的选角。刚走进选角剧场，就听到副导演开口，有个投资商塞了个人进来，说要演女配。我点点头，无所谓，只要他不毁了我的剧。
再见到简怡，她穿了一袭白裙，腼腆内敛，淑女至极。然而，在她见到我的刹那，破了功。徐冉，她震惊开口。我扫了一眼她要表演的片段，开始吧。简怡即使再不识大体，也知道事业为先。表演结束，导演让我先说，我低眉敛眸，不合适。副导演一脸为难地压低声音，徐老师，他就是投资商塞的人，要不您放低一下标准。我抬头依旧说不合适。导演也蹙着眉头，他在权衡，丢一个投资商和毁一部剧，哪个更严重？七导，这部剧我全程跟组。我漫不经心开口。七导的眼睛顿时大亮，不好意思，你不合适。简怡没有想到自己会落选，慌乱地看着导演，导演，我有哪里做得不够好吗？我可以再重新演的。七导摇摇头，简小姐，你不是演戏的这块料，还是趁早改行吧。演员这个职业也是考验天赋的。简怡面色惨白，转过头来看到我的瞬间，整个人猛地暴躁起来。是你，徐冉，是你干的对不对？徐冉，你在报复我，报复我抢走了陆志。陆志他不爱你，他爱的人是我。即使你这样，他也不会爱你的。你听到了没有？这部片子陆志是投资商，你不同意也没用。没用。在外面等候的演员都偷偷地透过门缝看过来，更遑论一起的导演制片。我直视他，简怡，今天我说你不合适，你就是不合适，无关录制。说完，我就头痛地揉了揉太阳穴。简怡，一道身影从门外大步走进来，一把将简怡拉进怀里，眉眼中都漫上了不耐烦。你又在闹什么？简怡难以置信，我闹？明明是徐冉故意阻拦我。陆志，你看清楚。听到我的名字，陆志瞬间抬起头来，看到我的瞬间，眸子大亮。他撒开简怡，飞快走过来。徐冉，你在这儿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我的头愈发的痛了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选角会，不是你们个人的秀场。陆志上前，一把拉住我的手腕。徐冉，你出来。我低头，陆先生，人应该有些体面。陆志只是拉着我。陆志，简怡在后面大叫着，跑上前来，撕扯着我的手。徐冉，你个贱人，不要脸，放开陆志，看热闹的人越多了，滚出去。我开口。陆志的动作有些正松，简怡也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收回手，讥笑地看着面前的两人。陆先生，简小姐，是我请你们出去，还是保安？徐冉。陆志不敢相信地看着我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以前都是装的。我不耐烦地看着陆志，你烦不烦？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。简怡是，我也是。陆志受不了我的离开，想方设法的要把我绑回去，在我出现的一切场合与我纠缠。陆先生，你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陆志一双眸子痛苦地看着我。冉冉，我和简怡在一起之后，我才明白我爱的是谁。这么多年，我已经放不下你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我和简怡说清楚。我好笑地看着陆志。陆志，你回头。简怡跟踪他来了这里，听到了他的话。陆志。简怡怒吼，我恨你。看着跑走的简怡，陆志无动于衷，
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冉冉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发誓，一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待你了。我会，不好了，有人自杀了，是简怡。我看着依旧拉着我的陆志，不去看看。陆志的眼中满是嫌恶，他总是这样。你别怕，他不会死的，他舍不得。万一呢？我看他。陆志站在原地，最后狠狠揉了一把自己的头发，向楼顶飞奔。我走出大楼，看向楼顶，两人已经抱在了一起。你看，徐凛，世人大多朝三暮四，什么都想要，却又什么都不想放下。我和徐凛的故事正式开机，母校非常欢迎我们，特意为我们腾出了以前的教室。第一次当导演，我没有经验，用1年时间向各个导演取经。有关于录制和剪辑，我更换了联系方式，专心学习。一部作品历时1年，经历了春夏秋冬。落下帷幕那天，一件事情报上热搜。景浩新晋小花简怡爆料陆氏内幕，景浩陆氏涉嫌偷税漏税、不正当竞争等等罪名，宣告破产。陆氏一干人全部落马，陆志的手难免沾染些污秽，被一起调查。电影一炮而红，场场点映，我都坐在影厅的角落里，撑着脑袋看着一个个似曾相识的面孔。景浩、徐冉、徐林，景浩2个名字频频涌上热搜。就连我俩昔日的趣事，都被以前的同学朋友一一挖掘，当作磕 CP 的素材。电影发布会那天，我坐在正中央，周围全是带着过去故事的新人。采访接近尾声，一位记者起身，请问徐导，你的手指上总是戴着一只不合尺码的男戒，请问是心上人的吗？和陆总的是同款呢？是陆总吗？陆总，陆志。我抬起头来，一眼便看到了坐在台下的陆志。湿了湿的陆志看起来沧桑无比，一身西装都起了皱。台下有人在起哄，陆志呼吸发紧，牢牢盯着我，手指攥得泛白。这个问题是谁想问，又是谁来问？昭然若揭。瑶瑶快速起身，不好意思，这个问题，瑶瑶。我阻止瑶瑶，将话筒移过来。我笑着摇摇头，是心上人，但不是陆志。下课，台下的陆志倏地吐了血，身子踉跄。我蹙眉，叫救护车。徐冉。陆志倒在地上，面上痛苦、难受、悲伤交织。我走下台，将他扶起来。到底是一场相互利用的情分，我将他放在椅子上。救护车很快就来。陆志的手紧紧抓着我，痛苦至极。冉冉，我知道错了，简怡她就是只养不熟的恶狼。他背叛了我，去爬了导演的床。他还偷了我的机密资料。我错了，冉冉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缓缓起身。陆志，这样的话，我只会说最后一次。我们只是在互相利用罢了。以后保重，祝身体康健。发布会当晚，陆志和简怡双双坠楼。听说是因爱生恨，又听说是陆志复仇，又或者是简怡报复。我将这部电影的所有收益捐给了大山，捐给了山村的所有贫困孩子。冬日又到，我抱着溪，坐在徐凛的墓前，拂掉墓碑上的雪。徐凛，你和我一起看看，他们会不会出人头地吧？完结。